先还原一个场景，你手上有一只股票，成本100块，现在涨到118，这几天它一直在118上下磨，磨得你心里发毛。你打开软件看了7、8次，每一次都在想同一件事，万一它跌回去了呢？万一这18块钱又没了呢？第9次打开的时候，你按了卖出，那一瞬间，说实话是舒服的。账户里多了一笔实实在在的钱，那个数字不会再变了，谁也拿不走。你甚至有点想跟人说一句，看，我赚了。然后第二天它涨到125，一个礼拜后138， 3个月后你已经不敢点开那只股票了。同一个账户里还躺着另一只，成本是80，现在35，你已经很久没算过它亏了多少，因为一算就难受。你跟自己说，反正是长期投资，跌下来的总会涨回来，我不卖它就不算亏。于是你手上那些好的一个一个被你卖掉了，那些烂的一个一个留了下来。如果这个场景你听着有点耳熟，我要先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不是你运气差，这件事有名字，有几十年的学术研究，有一整个学科在拆解它。而且卖掉之后继续涨，这不完全是你的错觉，有数据。先记住一个数字 3.4， 等一下我们会回来找它。1998年，一位叫 Terence Odin 的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，题目直白的像在挑衅，投资人真的不愿意认赔吗？他做的事情很笨，但很有说服力。他从一家美国折扣券商那里拿到了大约1万个真实散户账户，时间跨度是1987到1993年，把这些人每一笔买进卖出全部翻了一遍。他先算了一件事，当一个人手上同时有赚钱的股票和亏钱的股票，他会先卖哪一个？结果是赚钱的那只被卖掉的几率明显高过亏钱的那只，不是高一点点，是高到统计上完全不可能是巧合。而且这个倾向在12月会短暂消失，因为12月是美国报税前调整仓位的时候，卖亏损股可以抵税。也就是说，人们不是不知道该卖亏损的，只是平常那份心理上的抗拒强到要有真金白银的税务好处才压得住。顺带说一句，我们这边很多人根本没有资本利得税这回事，所以那个唯一能把人拉回理性的经济诱因，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。这件事对我们只会更严重，不会更轻。然后是那个数字。欧丁接着追踪这些人卖掉的股票和留在手上的股票之后1年各自表现如何。被卖掉的那些，接下来1年的平均报酬比留在手上的那些高出大约 3.4个百分点。我把这句话再讲慢一点，他们不是随便卖，他们是精准地、系统性的卖掉了未来1年里表现比较好的那一批，留下了表现比较差的那一批。如果闭着眼睛乱卖，长期下来应该是五五开。他们做到了比乱卖还差，这就是那个 3.4。 我得补一句老实话，这是30多年前美国一家券商1万个账户的数据，不是宇宙真理。后来在台湾、以色列、芬兰、中国大陆都有类似的研究，结论方向大致相同，但幅度差很多，有些市场明显一点，有些没那么明显。所以别把 3.4 当成定律，把它当成一个信号。你那种一卖就涨的感觉，不是纯粹的被害妄想，它背后有真实的东西。不过也只是不纯粹而已。我必须先泼你一盆冷水，因为这个影片如果只让你觉得果然不是我的错，那它就是在骗你。你那种我一卖它就涨的强烈感受，里面至少有一半是记忆在骗你。想想看，你这辈子卖过多少只股票？卖完之后横盘的，慢慢阴跌的，被你彻底遗忘的占绝大多数。但那些你会记住的，会反复想起的，会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浮现出来的，永远是那种卖完之后一路狂奔的。因为它疼。大脑对疼痛的存档规格
和对平淡的存档规格完全不是一个等级。一次卖飞带来的记忆强度可能顶得上20次卖对了。所以当你回头统计自己的人生，样本根本不是随机抽取的，是被痛感筛选过的。更有意思的是第二层，你卖掉之后会不会继续盯着它？会盯多久？盯到它涨起来让你后悔为止。它如果一直不涨，你盯一阵子就忘了。它一涨，你的注意力立刻被激活，然后这一天就被写进记忆里。也就是说，卖掉就涨这个印象，一部分是真实的行为偏差，一部分是你自己的注意力和记忆合谋制造出来的。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个？因为这两件事的解法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是记忆的错觉，你需要的是记录，不是改变操作；如果是真实的偏差，你需要的是改变操作，光记录没用。而想分清楚哪个是哪个，你只有一条路，真的去翻自己的交割单，不是凭感觉，是真的一笔一笔翻。翻完你可能会发现，你没有想象中那么糟，也可能发现你比想象中糟得多。两种结果都有价值，只有凭印象是没价值的。好，现在来处理真正的问题。道理你其实都懂，你知道该截断亏损，让利润奔跑，这句话你听过800遍了，你甚至可以现在就把它背给我听。但为什么每次真的坐在电脑前，手就是不听话？因为这不是一个知识问题，这是一个感受问题。而感受这个东西从来不听道理的话。我们要拆的是那一瞬间在你身体里发生了什么。先做一个小测验，你不用回答我，回答你自己就好。第一题，给你2个选择 ：A. 直接拿到900块 ；B. 有90%的几率拿到1000块，10%的几率什么都没有。你选哪个？绝大多数人选 A， 稳稳落袋，不贪。第二题，同样2个选择，但方向反过来 ：A. 直接亏900块 ；B. 有90%的几率亏1000块，10%的几率完全不亏。你选哪个？绝大多数人这次选 B。要我直接认亏900？不行，我要赌那10%。有趣的地方在于，从数学上看，2题的期望值几乎一样，但你在第一题是保守的，在第二题变成赌徒。同一个人，同一个下午，完全相反的性格。这就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最核心的那一块。人在赚钱的区域里厌恶风险，在亏钱的区域里追求风险。你不是有时候胆小，有时候胆大，你是被现在是赚还是亏这个开关切换的。现在把它套回股票，那只赚了18块的，你站在获利区，你的本能是落袋为安，别冒险。于是你卖了。那只亏了45块的，你站在亏损区，你的本能是再赌一把，说不定能翻回来。于是你留着。你不是选了2次，你只是同一套本能在2个方向上跑了一遍。而且这套本能有个额外的不对称，亏钱带来的痛比赚同样多的钱带来的爽要强烈得多。学界通常讲大概2倍上下，但老实说，这个倍数近年一直有争议，不同实验测出来差很多，也有研究认为它被夸大了。倍数具体是多少不重要，方向是确定的，疼比爽响。所以当你面对一笔浮亏，卖出的这个动作在你身体里被翻译成什么？被翻译成把一件正在隐隐作痛的事一次性引爆。没有人会主动引爆自己，但这里还缺一块，因为光是疼解释不了一件事，为什么不看就不疼？明明账户余额是一样的，你那只亏了45块的股票，你不卖它，你的净资产也少了45块，钱早就没了。可为什么只要不按那个卖出键，你就觉得还没输？
因为在你心里那45块还没有结案。有一个概念叫心理账户，是理查·瑟勒提出来的。大意是，人不会把钱当成一整池水，而是会在心里分成一个一个小抽屉。发年终奖的钱和上班赚的钱，在你心里是不同的钱，虽然银行完全分不出来。买股票也一样，你每买一只，就在心里开了一个独立的小抽屉，上面写着它的名字和你的成本价。而卖出的这个动作，真正的意义不是换成现金，是结账，是把那个抽屉合上，在上面盖一个章，写上最终结果。赚钱的抽屉你很乐意合上，因为盖章的那一刻，我赚到了从一个飘忽的数字变成一件永远为真的事实。那是一张奖状，你想早点拿到手。亏钱的抽屉你死都不想合上，因为一合上，我判断错了，就从一个可以商量的状态变成一个不能改的定论。所以浮亏对你来说不是亏损，是还没定案的官司。只要不宣判，你就还有翻案的可能。你留着那只股票，本质上不是留着一个投资标的，是留着一个我还没输的资格。这句话我想让你多想2秒。你舍不得卖的，很多时候不是那只股票，是那个还没被判定为错误的自己。讲到这里，我要讲一个我自己的看法。这不是教科书上的，是我这些年反复想这件事想出来的。我认为成本价是整个市场里最诡异的一个数字。它诡异在哪里？它是唯一一个只有你在乎，而其他所有人完全不知道的数字。这只股票今天的价格，全世界都看得到。它的营收、它的负债、它的产业前景，只要你肯查，都是公开的。但你80块买进这件事，只有你知道。它不在任何财报里，不在任何研究报告里，不影响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决策。买家不知道，卖家不知道，基金经理不知道，最重要的是，这只股票本身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你几号买的，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，不知道你是拿年终奖买的还是拿房租买的。它明天涨还是跌，跟你的成本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明年会不会变成一家更好的公司，跟你的成本价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你所有的决定都绕着这个数字在转。你会说，等它回到我的成本我就卖。为什么？股票凭什么要回到那个只有你知道的数字？你会说，跌破成本太多，我不敢卖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今天手上是现金，你会用35块买它吗？如果答案是不会，那你现在拿着它，跟用35块买它是完全一样的一件事。我们把一个纯粹属于过去的数字当成了判断未来的坐标。市场只关心未来，你的成本价100%属于过去。用一个属于过去的数字去做关于未来的决定，从一开始就错位了。而它之所以这么难摆脱，是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价格，它是一张积分卡。现价减成本价等于你的分数，这个分数每1秒都在跳，跳给你一个人看。你打开软件看的从来就不只是股票，是那张随时在改分数的成绩单。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做决定，做的不是投资决定，是情绪管理决定。顺着这个想下去，还有一件事一直被忽略：买进和卖出从来就不是对称的两件事。买进的时候，你面对的是什么？是一个还没有分数的未来，所有可能性都是开放的，你在想象它涨到哪里，你在读那些让你兴奋的资料。买进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动作，甚至是愉快的。卖出的时候，你面对的是什么？是一张已经打了分的成绩单。不管你卖的是赚的还是亏的，那一刻你都在给自己的过去下结论。这就是为什么该不该卖永远比该不该买难上10倍。买进只需要说服自己，卖出需要审判自己。而且更别扭的是，
赚钱的时候卖出是领奖，所以你手很快；亏钱的时候卖出是认罪，所以你手很慢。你的操作节奏完完全全被我要不要现在面对自己这件事支配着，跟公司好不好几乎没什么关系。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点重，但你想想那些真正让你难受的操作，是不是几乎都能用这一句话解释完？现在我们回来解释开头那个卖掉就涨。除了记忆偏差，除了行为偏差，还有第三层原因，是市场本身的结构造成的。有一类研究讲的是动量。1993年有2位学者 Jagdish 和 Tillman 做过一个很有名的检验，把过去几个月表现最好的股票和最差的股票分成2组，往后看半年到1年，前一组的平均表现通常还是比后一组好。强的倾向于继续强一阵子，弱的倾向于继续弱一阵子。这里我要非常小心地加一句，动量不是稳定的赚钱机器，它在不同市场、不同年代强度差很多，在市场剧烈反转的时候会亏得很惨。2009年那种大反弹就把很多动量策略打得很难看。它是一个统计上的倾向，不是保证。但就算只是一个倾向，把它跟你的行为叠在一起，结果就很难看了。你的本能让你卖掉最强的那批，留下最弱的那批。而市场的倾向是，强的短期内还会继续强，弱的短期内还会继续弱。一个是你的手，一个是市场的惯性，两个方向刚好相反。所以卖掉就涨，留着就跌，不是你被针对，是你在用一套系统性的方法站到统计的反面去。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反复发生。反复发生的事情从来都不是运气。讲了这么多，现在讲怎么办？我不给你那种要克服人性的空话。人性克服不了，卡尼曼自己都说过，研究了一辈子，他还是会犯同样的错。能改的不是感受，是流程。第一个，也是我认为最有用的一个现金重置问题。每次你对着一只股票犹豫的时候，只问自己一句话：如果我现在手上拿的是等值的现金，我会用今天的价格买它吗？会，就继续拿着；不会，就该卖了。这句话的威力在于，它一刀切掉了成本价。他把要不要认亏这个审判题换成了我现在想不想买这个中性题。同一个决定，换一个问法，你的身体反应完全不同。我建议你现在就拿一只你手上最亏的股票试试，你可能会发现答案来得比你想的快，而且让你有点不舒服。那个不舒服，就是你原本一直在回避的东西。第二个，把成本价藏起来。有些券商可以关掉成本显示，关掉。不能关的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有人是把持仓成本那一栏用便利贴挡住，听起来很蠢，但真的有用。因为只要那个数字在你眼前，它就会自动把每一次查看变成一次打分。你不需要意志力去忽略它，你只需要让它不出现。对抗本能最有效的方法，从来不是更用力，是让触发它的东西消失。第三个，买进的时候先写下卖出的理由。注意，是理由，不是价格。价格没用，跌到70我就卖，这种设定，跌到70那天你一定会找到不卖的借口，你只会改成65。理由是这样的，我买它是因为它的毛利率在改善，因为这个新产品会放量，因为这个行业正在整合。那么当毛利率连续2个季度掉头，当新产品被证明卖不动，当整合停止，就卖。这样卖出就不再是认错，是验证结果。你当初提了一个假设，现在假设被推翻了，你执行你自己定的规则。这中间没有羞辱，只有流程。我认为这是心态上最关键的一次转换，把我错了换成我的假设不成立。听起来像文字游戏，但对大脑来说完全是两回事。假设不成立是科学，我错了是人格审判。第四个，分批。如果你真的下不了手，别逼自己一次做完。
先卖1/3。分批的意义不在于价格更好，在于它把一次完整的结案拆成3次半开的抽屉，心理上的引爆强度会低很多。很多人卖了第一笔之后会发现天没它，然后第二笔就容易多了。这不是什么高明的技巧，这是给自己台阶。承认自己需要台阶，比假装自己不需要要实际得多。第5个，写日记。每一笔买进写3行，我为什么买，我预期会发生什么，我什么情况下承认自己想错了。半年后回来看，你会看到一个你完全认不出来的自己。日记最大的价值不是当下，是它让你无法再对自己撒谎，因为白纸黑字在那里，你当初的理由长什么样赖不掉。最后，我要给这个影片加一个刹车，因为如果我讲到这里就结束，你可能会走出去，把所有亏损的股票都卖掉，然后觉得自己终于战胜了人性，那可能会是另一场灾难。不卖亏损股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错的，真正长期赚到大钱的人，很多都经历过手上的公司腰斩然后拿出的阶段。如果每次跌 20% 就看，你这辈子不可能拿到任何一个10倍股。问题从来不在卖不卖，在于你是因为什么不卖。所以你得诚实地分这2种。第一种，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变坏，甚至在变好，只是市场情绪不好，或者整个行业在低谷。你重新算过，用今天的价格你还愿意买，这种不卖是判断。第二种，你其实已经不太敢看它的财报了，你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研究它了，你留着它唯一的理由是卖掉就真的亏了，这种不卖是逃避。这2种在你的账户里长得一模一样，都是一只没卖的亏损股，但它们的本质天差地别。而分辨它们的方法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我手上是现金，我今天会买吗？你会发现，第一种的答案是干脆的会，第二种的答案是一堆解释。一个需要解释的答案通常就是答案。回到开头，你卖掉的那只涨到了138，你留着的那只还在35。我不想跟你说下次别这样，因为下次你还是会这样，我也是。这套反应写在很底层的地方，改不掉。但你可以做一件事，从今天起，不要再问自己我赚了还是亏了。那个问题是关于过去的，而且是关于你的自尊的。换成问，这家公司值不值得我用今天的钱买？这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的，而且是关于生意的。同一个账户，同一只股票，同一个下午，只是换了个问题，你就从一个在乎输赢的人变成一个在乎生意的人，差别就这么大。那个成本价，那个全世界只有你在意，连股票本身都不知道的数字，你早晚要学会把它放下。放不下它，你买的就永远不是公司，是一场跟自己的角力。而跟自己角力这件事，从来没有人赢过。